什么脸色看？那就跟你讲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2025年的失业和2024年之间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失业可以找到工作，你只要努力；2025年之后，你只要失业，你这一生都找不到工作。你不是说是你今天坐个滴滴下个就可以了，不是哦。你要开20年的滴滴，送20年的外卖，我告诉你，2025年的失业那是极其严重的。我跟你讲，而且是整个行业失业，比如说会计、审计、建筑设计、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我跟你讲，大批量失业，而且这些行业啊，跟别的行业的共性太小，你根本不可能说我做建筑设计的，然后跑去做服装设计，不可能的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找不到的结果啊就很简单。如果手中你再没有一些财富的话，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8个字啊，你们听过也学过，你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要说我知道焦虑嘛，我碰过好几个。 70% of their money was in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has gone down. Stocks have gone down. Salaries have gone down. And as a result, they're not spending and they're concerned and they're holding money in cash. With deflation, cash is a relatively good asset class. That's kind of the household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is in that state.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sector is a problem because most of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83%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s sp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Those local governments got their money by selling land for real estate. Okay, there are no land sales, and they borrowed a lot of money, and those that they borrowed the money don't get paid. And so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you going to get money into those places to operate? It's a situation that's more challenging than Japan in 1990. It needs a restructuring in order to be. 一共倒闭了400万中微小企业，注销了1300多万个个体户，经济整体下滑，失业人口突破了7000万。在座各位，记住我刚刚说这个数据啊，第一。这3年里面，中国一共倒闭了400万的中小企业，注销了1300多万的个体户，经济整体下滑，失业人口呢突破了7000万。大家记住这个数据。很多企业倒下不是因为市场不行，也不是因为管理差，而是被那些看不见的手给压垮了。有人说企业没问题，怕什么检查呢？这话呢说起来轻松，但在某些人眼里面，企业怎么可能没问题？一查一个准，把企业的运营资金都掏空了。企业家们本该琢磨怎么提升产品质量，怎么开拓市场，现在却天天忙着应付各种检查，环保、消防、税务，一个接一个。做企业本该是创造价值的事，可现在呢，很多中小企业忙来忙去，活成了一个个被监管的项目。每次检查都像是在打仗，没问题也得提心吊胆。那些找茬的人总会给你挑出点毛病来。那些觉得企业家光鲜亮丽、财大气粗的人，可能没有想过多少企业家在夜里面辗转反侧，想着怎么发工资，怎么躲过明天的突击检查。市场竞争激烈，监管更是卷得厉害。这样下去，企业没了活力，市场也就失去了动力，最后老百姓的饭碗都成了问题。说句难听话，扶持一个企业，我真没那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抓住一点小问题一放大，这个企业就要垮。谢谢。民营企业家的那些讨薪的问题，这个会有没有解决？会有解决。但是我们一定是要依法依规的来进行处理。谢谢。调查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正在调查。谢谢。惠州的投资环境现在也是引起很多的一些讨论。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如何去改善呢？对，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方面的努力。好，谢谢。有一些新的措施，这9条啊等等措施。对。如何去改善？尤其是大家这个信心如何去增强？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对一些突出的问题要进行整治，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环境。那民营企业要什么？民营企业不就是要一个规则吗？你别管国企民营，你给我们一个规则，公平、公正、公开，让我们在赛马中识别好马，我们自己跑，对吧？要的就是这个，怕的就是一会儿你对这个人这个规则，一会儿对那个人这个规则，最怕的就是这个。今天中国人容易焦虑，还不就是这个吗？王总，我们今年7月份做了980万营业额，那可以哦，5%的利润也挣个49万了。今晚宵夜 KTV 搞起！
我们付了润滑油的供应商货款950万，加工人工资、水电房租299750，最后还剩下250块钱，就是我们的净利润。什么啊？7月份980万的业绩才赚250块钱？对，7月就挣了250块。我们天天累死累活的干工厂，一个月就搞250块钱，那搞个锤子，还不如去看弟弟。至少有6、7成没有办公桌。我的天哪！啊，这个锁门、倒闭、空置，今年的写字楼就是这样子。你们做企业的难不难？评论区留个言。经济萧条不萧条？现在钱好不好挣？你看看这个写字楼里面的空置率啊，你来看一看。咋弄啊？怎么弄啊？经济恢复咋弄啊？办公室现在和商铺一样，都是难兄难弟。现在写字楼有很多空置的，有的已经空置10来个月，有的空置1年多。像这一套已经空置1年多了，物业费都要10几万，关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租出去。现在很少有客户来问，中介也是很萧条。以前托管流行的时候把房子交给托管，我们收房租。现在托管也租不出去了，就把房子退给了房东。要说现在混得最惨的人呢，那根本就不是搬砖打螺丝的啊，那是谁呀？是那些守着个小店儿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个体户啊。他们这哪是做生意啊，分明就是拿自己的生命跟日子抵债。打工人至少还能盼望着有个周末，就算是没有双休，总也得有个单休吧。可是那些小老板们呢，那可真是365天全年无休。这自从当了老板这一年到头都在忙，逛街没时间，聚会没时间，打牌没时间，旅游没时间，不开门不死心，一开门连死的心都有。说你穷吧，你还有个店；说你富吧，你兜比脸都干净；说你懒吧，你说你这一天从早忙到晚的；那说你勤快，可是你这一年到头挣不着钱呢。哎呦，说真的，这守个店呢，比守寡都难。守寡可以满世界的跑啊，守店哪儿也去不了啊。这板凳坐个洞都不来一个人，你这边刚上个厕所，裤子刚脱下来，那边立马来个人。老板，哎呦，那喊的跟你欠的钱似的。你说你这提上裤子跑过来一看吧，哎呦，好家伙，人又走了。这一泡尿我得分3回往外出啊。没开店的时候，哎呦，你顶多是穷；这开了店吧，你这又累又穷。没开店的时候，你只是经济上有问题；这开了店之后，你不光经济有问题了，连精神都开始有问题了。花几十万呢，给自己找了份月薪3000的工作，没有休息日，没有上下班，没有轮休，没有假期，别人上班你上班，别人下班你上班，别人旅游你上班，别人聚会你上班，甚至别人在过年你都还是在上班。哎呦，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关键是就这还是赚不着钱。那钱呢？进货了，货呢？卖了。卖的钱呢，又进货了；货呢，又卖了呀。卖的钱呢，还是进货了。兄弟们，又要换办公室了。我们这个办公室租了大概2年的时间嘛，很多老粉的时候都知道，当时的话也找了很长时间。当时这边的办公室就是拍这边的办公室，当时的话基本上没有低于2块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低于2块的，普遍在2块3到2块5。但是因为这2年的行情不太好嘛。我昨天找了一圈，这边的办公室基本上都在1块5，甚至有些都降到1块钱了，大量的控制。现在这个上海的办公室有很多的控制，所以说想重新租一个，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走，今天去看一个200多平的一个办公室，大概在1块5左右吧，带大家去看一下，给大家看看现在的住房的现状啊。大家看这一层，全部都是空的，没有一家。那边也是，就整个一层全部都是空的。看里面，在2年前我租房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园区是很少有空置的，就是找这个园区里面非常难。但是今天、昨天还有前天，我们看了几个办公室，
都是整层的空在那边，就是像这样一层呢，整个一层都一个人都没有，就很难租。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看的210多平的，210多平，然后外面的话都是写字楼嘛，是在这个园区里面的。这个刚刚初步的看了一下，感觉还是不太合适。第一个，外面没什么人气，就是你有客户啊，或者在这边上班啊，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就感觉很冷清。另外一个的话，感觉这2个大柱子也是不太合适的，这2个实心的柱子，就是你里面还要去装修，感觉也不是太好。写字楼租金的话是1块5，虽然我们说便宜了一点，但感觉再看看，因为这个行情不太景气嘛，就这个时候还是要挑挑宰宰的。好。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比30年前的日本还要严重，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瑞达利欧说的。瑞达利欧桥水基金的创始人曾经成功预言了08年的金融危机，他在金融行业中举足轻重。前2天他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指出了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比90年代的日本更严重的经济挑战。我之前的视频其实跟大家分析过，说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跟之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这次采访中，瑞达利欧也非常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的问题。好，我们一起看一下他的观点，你是否认同？第一，中国经济高度绑定了房地产，中国家庭70%的储蓄都投资于房地产，那导致房价下跌、股市下跌，对整个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打击。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过于庞大，在经济腾飞的时候，地方政府的钱都是卖土地和借贷获得的，但是现在地不能卖了，钱也借不出去了，那已经借出去的钱还有一些坏账，那这种情况放任持续的太久了。第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缓慢。那日本泡沫破灭时，失业率一度飙到了150%以上，而根据2023年7月的调查，我们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5.3%。第四，消费意愿下降，内需不足。老百姓其实对未来没有特别乐观的预期，所以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选择手持现金。这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那至于被问到是否会继续投资中国，那瑞达利欧的表示是，任何经济体都有周期，有高潮就有低谷，那他会选择继续投资中国，但目前正在缩减投资的比例，不宜让中国成为投资组合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我的公司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亏损的状况了。虽然亏的不多啊，每个月亏几万块钱。我这2天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自己的厂房、自己的仓储、自己的供应链、自己的设计的产品，自己去销售自己去服务好每一个客户。我们这样的工厂都生存不下去，那什么样的工厂能生存下去？我看了财务的报表啊，财务也跟我说，如果我愿意去偷工减料，把一些不好的材料用进去，那我们是不会亏的。如果我把一般纳税人换成个体户，偷偷的去不缴税、不纳税、不给员工买社保，那我们也许也不会亏。如果我们把一些配件从非标，就国标的配件换成非标的，我们也不会亏。那如果说我们的创业者、我们的企业都这样子去做，那我们未来还有未来吗？真的，我一直在坚持，一直要想去做好一点的东西，可是有时候我也很迷茫。民营企业没有活力就没有就业，而没有就业它会造成最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要问我今天中国经济社会最麻烦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就业，我们必须创造出更多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这个就业。这就业从哪里来？这个就业就是民营企业的活力。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深化改革？要激活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只有激活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你才能够解决人的就业。解决就业不仅解决收入的问题，还解决他人生的信心的问题。就业它不仅仅是个收入的问题，它也关系到人的价值问题，人的心理问题。你没有工作，虽然你还可以啃老，你不至于没饭吃，你不至于去讨饭，但是你的内心深处是非常痛苦的。你觉得你成了废人，你成了你一个无用的人，你都没有脸见人，某种意义上你的精神就死亡了。所以你看，大家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得抑郁症，很多人焦虑，很多人得精神病，他与找不到工作有极大的关系。年轻人没有就业，不仅是最大的经济问题，也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大量的钱拿来发给了中低收入阶层。这是我非常严肃的建议，不是我是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我不是胡说八道的，我是很严肃认真的。我们发那么多债，
我们不要再去搞那么多基础设施建设了，因为那些基础设施建设它产生不了效益。比如说我们每年花几十万亿来搞这些建设，你把这几十万亿拿一半来发给老百姓，特别是发给中低收入老百姓，通过消费券的方式，你发给老百姓，老百姓有了这个消费券，他就会买东西，企业的收入就起来了，企业的利润就起来了，企业就会有信心增加投资，同时股票也会起来，这是源头。所以当务之急是把大量的钱发给老百姓，刺激消费，把消费拉动，企业的收入和利润起来，企业的收入利润起来，股票也就起来了，就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是当务之急。咱们目前呢有4个扎心的现实：读书的尽头是送外卖，打工的尽头是还贷，创业的尽头是负债，老板的尽头是老赖。首先呢，读书的尽头是送外卖，这句话真不是调侃。就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有1200万，然后呢，送外卖的人就有1500万之多，其中以年轻人居多。据相关数据显示呢，外卖小哥中研究生、本科毕业的人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读书的尽头是送外卖，也反映了文凭越来越贬值，高薪工作越来越不好找，生活越来越艰难的真实现状。第二个呢，打工的尽头是还贷。现在打工人的工资普遍是偏低的，而房贷基本上就占据着我们很多人1/3甚至1/2的工资收入，到时到点儿就得从银行卡上扣除，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牛马们喘不过气来呀。为了还贷，很多人下班之后还得去干副业，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第三个呢，创业的尽头是负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这年头但凡有点上进心的人，大多都已经负债累累。这所谓的上进心，说的就是创业呀。现在各行各业都饱和了，或者说被垄断了，你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创业就是死路一条啊。第四个呢，老板的尽头是老赖啊。其实很多老板呀，也别看表面风光，可能私底下还真没有你我这些打工人过得轻松。很多老板呢，其实真的是踩中了时代的红利，从而成功的。而更多的老板其实就是不断的加杠杆啊，维持着表面的风平浪静。这些年要创业当老板实在是太容易，什么信用卡、网贷，只要刷刷脸就可以有很高的额度，第一桶金来得快，去的也很快。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老板的很多归属其实是天台啊，而没有勇气站上天台的，也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老赖。北京的写字楼已经降价到13年以前了，你这个数据准确吗？你作为写字楼行业一姐，你确定你的数据是准确的？我确定是准确的呀。以你的经验，我们之前租过的人能和房东聊价格吗？当然，今年我们帮客户聊价格。我现在就说要求降租金，我合同没到期，他愿意吗？那这个不就得看聊了吗？企业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如果我从这里搬走，然后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给我更低的租金、更好的房子、更多的免租期。也就是说，我在这儿付高租金损失掉的钱，我在下一个地方我可以把它找补回来。如果是你愿意选择搬吗？我会考量一下我的装修成本，如果没有装修成本，我肯定就撤了。那如果你的装修成本我全部都给你 cover 了呢？比如说你装修成本花了2个月的房租，我给你补。太让人震惊了。所以真的很卷。我想问一下，现在像启浩这些地方，原来在5、6年前，这个不让租，那个不让租的挑客户，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他现在对客户还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吗？还是说现在他也降价降得很厉害？亚洲排名第4的英兰国际都降价了，我觉得没有谁不愿意降价。很多的客户都在蠢蠢欲动。大家在租期里边也都想谈租金降价，这不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了吗？那现在就这么卷，你如果说不想留住你的客户，然后外面有的人愿意挖，现在有很多开发商给我打电话说，雅琪，你把他挖过来，他的装修的我愿意全部用免租期折抵，并且可以给更多的佣金。